大家好，我是 Klaus。前些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上层社会的人一定是更肮脏、更坏的。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人认为的，毕竟我们大部分人都处在社会的底层，对上层社会充满了想象，因此阴谋论很容易传播。而且因为我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当然心理上也更容易接受上层社会的人更坏。这个问题有些类似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千年不休的争论。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先从我的个人经验来说，在美国，白人相对处于社会的上层，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我相信都会有所体会。生活中受到白人歧视的情况并不多，反而多数来自少数族裔。白人一般都非常有礼貌，非常友好，他们一般奉公守法，就像花钱托人办事，白人是一般不会接受的。这主要还是得找少数族裔。在美国租房，白人房东一般不要现金，而少数族裔的房东一般只收现金，不用报税。当一个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在更优良的环境下，会相对有更好的品质，这是讲得通的。当然，毕竟我们接触不到真正的上流社会，不能单凭自身的经验来下结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总是能给我们答案。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除了元清这样的外族入侵，底层人的动乱一直都是造成最大伤亡的。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军基本上都跟土匪无异，到哪都是抢光、杀光、烧光。用知黑网友的话来说，就是土之狂魔基本上都是底层出身。唐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在科举落榜后作诗：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后来他果然带领农民起义军把长安屠了个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还有创作七杀诗的张献忠，还有同样是科举落榜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等，都在当时造成了人口大灭绝。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属于这一类，在中共建政初期的几十年里，造成了中国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死亡。共产党本质上也是底层的农民起义，不同的只是有了境外势力的加持而已。所以在中共的历史里面，对中国历来的这些土之狂魔都是持有积极的评价，各地都有他们的纪念馆，甚至还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反过来看，上层贵族引起的动乱一般不会有大规模屠杀老百姓，毕竟上层社会相对更有文化、有教养，做事要考虑自己的名声，有一定的底线。而底层人做起恶来，可以说完全没有底线。就比如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划分了5%的右派，到了下面可能就变成了5%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右派扩大化。中央的指示有条条框框，但是到了下面，可能你平时只是不小心跟领导翻了个白眼，就被定性为右派了。而且中央下来的指示也不可能教你怎样杀人，但是到了下面，怎么被整死的人都有。现在提起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折磨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恨到牙根痒，但这跟中国人折磨中国人比起来，那还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如果你相信底层的人民更善良，觉得在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一群不受世俗污染的人们翩翩起舞，善良的小女孩到山上采蘑菇，那只能是童话故事。以我在农村长大的经历，兄弟姐妹都可以为谁赡养父母打到头破血流，底层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都能斗得死去活来，怎么可能越是底层人越善良呢？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物质满足了，才有条件丰富精神生活。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极端的，但如果非要我选择立场，那我站在中间，偏向精英一点。所以不管是从历史史实、理论层面，还有我的个人经历，我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每个人都坏，但整体上来讲，上层社会会相对好一些。当然我这里指的上层精英不包括一些特殊的小学生、暴发户等，而且这对于一个越是公开透明的社会越是如此。我们延伸一下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之前马斯克提出的问题：资本更剥削还是权力更剥削？现在不少中国人动不动就骂资本，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定义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样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本是逐利的。在资本和权力这两把镰刀面前，我们普通人都是待宰的羔羊。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要剪你羊毛，至少会留你一条狗命。但另一个追求权力的最大化，
你要是敢反抗，可能就被剥皮抽筋了。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成功？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一直都是重农抑商，在这一点上和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终极目的的共产主义不谋而合。打击商业活动和消灭资本主义都是为了让权力更好的剥削，因为商业和资本是能创造平等、开拓自由和增加社会流动性。商业活动的诞生就是以物换物，讲求的是平等、互惠互利，追求共赢。而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专制制度产生的小农思想正好相反，只追求自给自足，无协作、无交换，导致了整个民族自私自利，缺乏合作共赢意识，更没有契约精神。另外，资本一定要有流动性，没有流动性就没有资本。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限制物资和人口的流动。古代人想要走出一个县城都需要各种许可，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走出一个县。如果说资本的剥削是拔毛，那么权力的剥削就是割肉。资本的流动促进了阶级的流动，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才有了勤劳可以致富，才有了无数个白手起家的故事。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阶级没有流动性，一世为奴，世世为奴，穷人一辈子都翻不了身。所以权力和资本在本质上是竞争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文明史就是权力和资本的斗争与妥协。很多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很多人骂资本，资本绑架了权力等观点盛行。如果你感觉到社会越来越阶级固化，社会给的选项越来越少，其实是因为资本输给了权力，资本成了权力的白手套，成了权力的镰刀。因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资本的剥削至少会给你选项，而权力的剥削就是强买强卖，你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未来随着中国集权专制制度的加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从被资本剥削到被权力剥削的转变。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